到了加拿大的 Rocky Mountain， 一定要走一趟的93号公路，这一条被世界地理杂志评选世界上最美丽的高山高速公路，介于 Jasper 跟 班夫之间啊。在 Rocky Mountain 的景色最为壮观的就是这一个冰河大道啊。在冰河大道呢，驶入这个93号公路呢，就可以看得到这一些山水景色哈。当然，你也可以上车睡觉了，因为路程蛮远的哈。但是呢，全长235公里的这一条景观大道，其实爱看风景的人，你会看着定睛了，眼睛就定在那边，然后呢，一直欣赏了它哈，一直看到你自己睡着为止。这就是美丽的加拿大哈。蜿蜒于海拔1500公尺的群山冰原当中，沿途都是湖光、冰河、峡谷。如果你 lucky 一点，还可以看得到野生动物哦。公路两旁的各个景点呢，玩个3-4天也玩不完。当然，旅游行程没办法每一站都停下来玩，甚至去登山呢。所以呢，我们做的是车上景观的扫射啊，走完这235公里的全貌。大部分呢，我们都只走一半啊。你看呢，我刚刚有说的哈，在 Jasper 杰士伯国家公园跟班夫国家公园之间。那我们现在呢，抵达了杰士伯国家公园啊，左边、右边景色看一看。有没有美？真美哈！我们只是带来一部分的美，实际上你现场来到这边呢，你更可以感受到它全部的美。杰士伯国家公园是 Rocky Mountain 当中占地最大的一个国家公园，拥有许多不同的登山的活动的地点，雄伟壮观的落基山、湖泊、瀑布、峡谷、冰河、原野。当地的国家公园内底呢，露营区啦、度假小屋啦、motel 啦，非常多哦。这个山呢，也是野生动物聚居之处啊！如果你在冬季的黄昏末、深夜、清晨，常常可以看得到麋鹿、灰熊、落基山脉的山羊、北美大陆、野狼，哇，这很棒的哦。Jasper 国家公园呢，成立于1907年，占地广阔。那在这个地方呢 ，Jasper 镇呢，位于班夫以北，与班夫的市区呢有类似的历史背景。现在呢是加拿大的公园局所管理。那在这个地方呢，距离哥伦比亚的大冰原有105公里。哥伦比亚的大冰原，其实在冬季呢是没有办法行驶的啊，往往在春季的3-4月份开山之后呢，一直到了秋季之间呢，它会关起来。在 Rocky Mountain 当中的自然景观呢，维护的最得力的区块啊，这里收展的旅馆非常非常的小，几百公里你找不到1-2间啊。大部分的使用的呢都是露营车，或者是呢，就是一些民宿。真正在这整个200公里左右呢，只有15家而已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上到了杰士伯国家公园，我们准备坐这个人那比朗卡馆的冰原雪车，赞不？很棒哦！冰原雪车，你有几次机会坐过啊？你好吗？ How's everybody doing today? Good. Excited about this snow, I hope. It's really nice out there. It's not too cold. So my name's Kaylee. I'm going to be your driver. We'll get going. 哇，标准的美腔哈，美式英语哈，听起来呢就很棒。哇塞，竟然还是他开的哦，真不得了！来，这个是杰士伯的国家公园冰原雪车。整个上面呢，它都有看到人扫顶管的它的 save， 为什么它要扫它啊？因为呢要把那个光线透露进来。在欧美国家，我最喜欢的就是呢，很多的国家是女权至上啊，女性主义呢，在这些欧美国家呢，可以说称得上是拥有一定的权利哈。现在女孩子很厉害的哦，跟以前不一样了哈。以前的女孩子呢，拜托哈，在勾渣郎啊，不把女孩子当一回事呢，现在哪可能哈？女性能撑起半边天了啊！那我们坐上了这一个刚刚有美丽的导游讲解完之后呢，甚至就由他开起来哈，哇，光这一趟，光看美女在开车哈，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然后再坐上 Jasper 的这个冰原雪车，人那下多啊？为什么？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它轮子没那么大，怎么在冰原上面跑啊？对不对啊？而且呢，这可以出哦，阿伯这种人啊，你把招牌开来，有没有非常震撼的冰原雪车哦？
究竟有多大？总面积有325平方公里的冰原，拥有95座纽约的中央公园这么大，相当于多大呢？1.2个台北市。冰原里面呢，分布着6条的大冰河，22条的小冰河。大冰河当中的阿斯帕斯的阿萨巴斯卡冰河，每一年的4月中旬到10月中旬呢，就开放了游客搭乘雪车前往探索秘密。看这么多的雪车有没有？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看，这女生的驾驶真好哦，驾驶技术啊，讲快一点，不是女生驾驶真好，驾驶技术哦。在这里呢，6轮传动，人家4轮，这么哪4轮哪够？我们已经可以搞到6轮传动了哈，有没有？6轮哈，这个叫做 Snow Coach 啊。搭着的乘客呢，前往这个冰原上面呢驶过去啊，差不多能站老管的冰原雪车呢，顶管甲100的巴士小港，透明的这个天窗吼，互你做好看到，比人更较悬的轮啊，这种轮啊，上特别的所在，车内底有烧气啊，穿伤这的时阵哈，坐久了还觉得发热。打开窗户呢，让自然的冷气吹在脸上了，冰又冷，但是很舒服了哈。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个冰原哦？巨型的冰原雪车呢？全球只有23辆，其中有20辆就在哥伦比亚的冰原上行驶。来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原，有机会你还可以看得到很多的羊群。全程15分钟的梦幻冰河雪车，摇摇晃晃的来到了阿萨巴斯卡冰河哦，这个不好念，阿萨巴斯卡冰河哦。那这里很多的那个印第安原住民啊，在北美嘛，所以有很多的名称呢，也用了原住民的方式啊，来去为了保护冰原不受破坏哈，所以车呢只能开到有6平方公里大的阿萨巴斯卡冰河，不能再往上走了哦，因为这是为了生态环境的保护，让旅客亲临体验20分钟，展开生平第一次的冰河接触。也因为冰河的厚度差不多在90到300公尺，所以刚刚呢没有那么的湿滑。气候的关系，冰河厚度非常高的关系，所以走起路来呢不会摇摇晃晃，但是还很小心呐哈。它冰河插了很多的杆子在旁边哈，就是怕你不小心误入歧途哈。落去了呢，1000年后再见哈，所以这很小心的，就看着这边的6条大冰河，22条小冰河。你看这冰河，看完它，你是不是觉得你需要保护这个地球呢？我们的冬恋绝世美景卡纳达，为什么叫做冬恋呢？其实它是在10月份去的啊。那早晚婚起的时候呢，其实加拿大已经进入了初冬啊，所以你从平地一路往加拿大 Rocky Mountain 这一条山脉走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非常美丽的景色啊。尤其是你一下车，吸到那一口空气，冷冽但是却非常的干净，那种感觉心旷神怡。总是坐了非常久的车，大家看到雪，很多人怕冷呢，但是看到雪呢又兴奋莫名，对吧？鸭爪冰河班夫国家公园，沿路上走的是冰河大道，在这冰河大道当中呢，可以看得到冰原地形所留下来在 Rocky Mountain 其中的一块部分。罗基山脉其实横跨了北美的加拿大跟美国2个地方哦，不是只有加拿大哦。
但是呢，真正最精彩的部分呢，却遗留在了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这个地方。所以呢，一路上呢，我们就走着这一条道路呢，往这整个班夫国家公园来去欣赏它非常美丽的加拿大冰原大道。一年四季，无论你在哪一个季节来，其实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加拿大带给你不一样的氛围，不一样的景色。冬季的美，初冬的美，你看撒上一层白糖一样这球啊，很接近 Christmas 圣诞节的氛围。每一棵树，湛蓝的天空，这就是我喜欢北美、欧美环境很棒的地方。他们很懂得去保护他们的环境，使得来到这个国家，你会觉得一些环境、一些空气的美好呢，让你有一点生不逢时。为什么不在这个国家？为什么我们的环境不像这个国家这么的美好？总是希望把这些美好的环境就带回自己的国家。加拿大一年四季也因为季节的不同，所以呢，加拿大的一年四季的价格呢，也就上上下下完全呈现不一样的景色。现在来到的是哪里呢？来到的是班夫国家公园。我还是必须讲一下哥伦比亚冰原温室效应。如果大家再不好好保护环境，250当了这片冰原只剩下最后一滴水。虽然很多人认为是说，黑的其中我都不低的呀。我想，人一生当中，如果你还能够为这个地球尽一点力的话，那我们就尽力吧。我们就尽力吧。什么样的景色呢，能够扣人心弦呢？一个国家的文化，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国家的环境，总是勾动人的心哦。加拿大的落基山脉的共和，其实是一部电影，叫做《大江东去》。我相信这部电影呢，对非常多的人来讲呢，陌生到个不行了。对我来讲就是啦有玛丽莲梦露已经作古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明星的拍摄地方。过程当中不重要，只是因为他来这边拍摄。
很多的年轻人会讲说，这是什么电影啊？连看都没看过，什么大江东去、玛丽莲梦露哈，连看都没看过。就像恁今麦你追求的偶像相共，恁今麦介的偶像，40当了后，其实呢40当了后啦，嘛无看过，但是伊这精神呢依然不变。这是有名班夫温泉城堡大饭店附近，公河瀑布附近，淡这规条。这个风景线非常的天然，非常的自然。加拿大这个地方拥有，你知道吗？地域辽阔啊，它是世界上面积第2大的国家，共有44个国家公园在这边。很多人不知道，北美的加拿大跟美国真多。我跟你讲，凊彩一个公园，莫讲国家公园啦。真的都打败台湾的风景了。不是它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不是外国的月亮呢因为圆而称赞了人家，而是他们对国家公园的设立跟它的保护，跟它的环境保护做得非常的好。加拿大有44个国家级的公园，壮阔的风景无数，各自有特色。在加拿大，他们自己本身呢挑出了11个前11名的国家公园，其中一个就是班夫国家公园啊，还有包括卑诗省的优鹤国家公园的。而班夫国家公园呢，1885年成为加拿大第1个国家公园。Rocky Mountain 的电影如诗如画的美景，宝石般清澈的湖泊，来到这个你有机会看的野生动物这个所在都是上盖有名，包括迷你汪卡布。及班夫公园女子之大城还有包含了卑诗省的优鹤国家公园。东极出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看到这一幕呢，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这里就是硫磺山。我们现在搭乘的班夫国家公园的硫磺山缆车，准备前往一探究竟。加拿大的国旗又称为枫叶旗，被誉为辨识度最高的国旗。它用枫叶作为国家象征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加拿大的枫叶被描绘在以前及现在的加拿大的国旗、1分钱以及在加拿大的国徽上。1965年2月15号，现代加拿大国旗第一次展出，这一天它被视为加拿大的国旗日。很多人说赏枫去哪里赏？我告诉你，光看这个国家的国旗，你就知道去哪里咯。这就是加拿大。班夫镇距离硫磺山班夫缆车大概4公里左右，而班夫也是被誉为小瑞士之称，是所有人来到加拿大滑雪、度假、休闲所住宿的地方。当地班夫国家公园这个所在，在缆车上硫磺山，这附近呢还有很多，包括蓝道山啊、硫磺山等等。在冬季，现在刚刚准备进入而已，所以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下雪的啊。如果到了真正的冬季呢，这整个山上都是雪啊。那你们可以
到这个地方来滑雪。你看越往山上越有。然后这在1995年呢才全面换新的一个车厢呢，可以搭载4名的这个游客，就是等到控制，不论上山或下山呢，这可能时间不短哦，大概8分多钟哦。那可以看到整个宫河河谷。我来到加拿大那么多趟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坐缆车上来，上得到山上，现在是大云雾大蒙雾我开到宾馆呢，在看了班夫温泉城堡饭店，还有旁边的宫河。班夫温泉城堡饭店呢，也是蛮值得一探究竟的很多人来到加拿大，可能我也想去住看城堡饭店，但是呢，却有很多的人不太了解，其实住宿在城堡饭店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住在城堡饭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它是旧饭店它住的是它的历史价值意义这是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住在城堡饭店的重点。上来到硫磺山大蒙都但是这种雾凇冰结在树上，霎时美景，让人流连忘返。